业绩即将从谷底翻身，这家著名餐饮连锁店的股价有望反弹吗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扭转乾坤，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阅股无数，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就从这里开始。今天小编我想要与大家聊聊一家从事多个餐饮品牌的公司，而这些餐饮品牌几乎在全马的商场都能看见他们的踪影。而这家有能力经营这么多知名餐饮品牌的上市公司，股价在这半年内竟然下跌了44%，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家公司 Berjaya Food Berhad， 他们的主要业务就是销售食品和饮料，其中经营的餐饮品牌就有大家都熟知的 Starbucks、Kenny Rogers Roaster 和 Jollibean Food 咖啡厅和连锁餐厅等等。那根据2022财政年度的报告 ，Berjaya Food 的主要收入来源还是来自于马来西亚，高达97%，其中 Starbucks 贡献的营业额最多，高达89%，其次就是 Kenny Rogers 占了营业额的7%。除了在马来西亚经营餐饮业务 ，Berjaya Food 也将他们的业务扩展到了东南亚地区，其中包括新加坡、缅甸和越南。目前东南亚区仅占了总营业额的3%。那想必大家对 Berjaya Food 这家公司都不陌生。那小编我今天就只简单介绍 Berjaya Food 的业务和收入分布，然后直跳主题聊聊关于 Berjaya Food 的股价。我们可以看到 Berjaya Food 在今年2月达到了1令吉17仙历史新高的股价后，便一度回落至目前的65.5仙，一共下跌了44%左右。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话不多说，现在就马上带大家一起来探讨 Berjaya Food 股价下跌的原因。首先就是因为 Berjaya Food 在去年第2季度的业绩暴涨后，股价在1年内上升了145%左右，达到了历史新高。但是随着今年第2季度的业绩按年对比没有太大的进展，使到股东们认为 Berjaya Food 在短期内不会有明显的暴跌，因此股东们也进行了正常的套利行为。但真正让 Berjaya Food 暴跌的导火线是今年5月份出炉的第3季度业绩，盈利方面是从原本的36个 million 按季对比暴跌了大约55%至16个 million， 隔天股价也跳空开低后继续下跌，仅仅1天就下跌了21%左右。那既然股价跌了这么多， Berjaya Food 的股价现在是否处于低点，有没有机会抓一波反弹呢？股价究竟是否有机会反弹？其中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下一个季度，也就是将在11月份出炉的业绩表现。那下一个业绩是否有机会重回巅峰，我们就必须先来探讨上一个业绩盈利暴跌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到2023财政年度第3季度的营业额按季对比是从295个 million 下跌了10%至266个 million。虽然这个下跌幅度并不算大，但是毛利率却从59个 million 下跌至32个 million， 下跌了高达82%，而毛利率更是减少了一半。那这一次的盈利大幅下滑，显然与营业额的下跌幅度是不相符的。那么为什么盈利会有这么大的下滑呢？关键就在于原材料成本的问题。根据 Maybank 投资银行的报告显示， Berjaya Food 的成本上涨主要是因为 Starbucks 原材料的价格上涨，而且 Berjaya Food 有60%的原材料都需要从 Starbucks International 采购，这包括了咖啡、调味糖浆、包装材料等等。而且这些原材料的平均售价都是按季度以美元调整，但是 Berjaya Food 却没有为此进行外汇对冲，从而导致盈利进一步下跌。那对于营销成本的上涨， Berjaya Food 早在去年的11月是已经将每瓶饮料的价格提高1令吉，但鉴于消费者的情绪低迷，目前管理层并没有打算进一步再次提高产品价格来对冲上涨的成本。不过值得一提的好消息是， Berjaya Food 的管理层表示，上个季度的原材料成本是已经达到了高峰，这个季度的原材料平均售价是已经开始疲软了。而事实是否正如 Berjaya Food 管理层所说的一样？那我们就从 Berjaya Food 最新的业绩来找出答案吧。首先 Berjaya Food 的营业额从上个季度的266个 million 上涨至最新季度的272个 million， 虽然只上涨了2%，但最新业绩报告记录的是4月至6月的业绩，而正巧也碰上了今年在3月尾至4月尾的斋戒月。即便有不少投行预计斋戒月将对这个季度的营业额有所影响，但 Berjaya Food 依然成功的实现了营业额的增长，这有可能得益于 Berjaya Food 旗下的餐饮连锁在斋戒月期间推出的促销活动，以优惠策略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毛盈利方面， Berjaya Food 也从上一个季度的32个 million 上涨到了36个 million， 而毛利率则是从12% 上升至13%。由此可见， Berjaya Food 所需的原材料的平均售价，正如管理层所说的，开始缓和稳定，从而导致毛利率上涨。此外， Berjaya Food 的盈利也是略有提升，从16个 million 上涨了大约9% 至17个 million。那最新的业绩也有提到，这一次的营业额和盈利上涨，主要是因为 Starbucks 新开设了更多的门店。不仅如此，为了持续提
提升业绩表现 ，Berjaya Food 还制定了雄心壮志的扩张计划。在2024财政年度，管理层预计将在开设大约40至45家 Starbucks 门店。而根据 Berjaya Food 与 Starbucks International 的协议 ，Berjaya Food 每年至少需要开设25家 Starbucks 门店。然而 ，Berjaya Food 的目标是远超于这一个最低要求，展现出了公司对未来发展的极高信心，也预示着他们在未来几年的业绩有望实现稳步增长。那除了 Starbucks，Berjaya Food 也计划每年开设5家 Paris Baguette 门店。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上周四与 Paris Baguette 在新加坡签署了特许经营权协议，计划将 Paris Baguette 引入菲律宾市场，并在今年末季开设首家门店。这一个策略性合作预计将为 Berjaya Food 带来新的收入来源，进一步增强他们的盈利能力。此外 ，Berjaya Food 整体的前景也非常强劲，因为在今年7月25日时 ，Berjaya Food Starbucks 与韩国当红女子偶像组合 Blackpink 强联手推出了新的活动，也就是推出了独特的 Blackpink 系列主题饮料和一系列限量版的 Blackpink 周边产品，相信一定能够吸引 Blackpink 粉丝们的目光和更广泛的客户群体。这一系列的推出不仅仅是为了满足 Blackpink 粉丝们的期待，更是一次深思熟虑的商业策略。而 Blackpink 的影响力有多大，相信也不需要小编我多说。因此，凭着 Blackpink 庞大的粉丝量，相信也将能为 Berjaya Food 带来大量的营业额。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他们最近也成功被纳入了大马交易所社会责任指数。这一个指数是专门用于衡量上市公司的环境、社会和企业监管 ESG 方面的表现。因此 ，Berjaya Food 能够被纳入这一个指标，无疑是对他们在这一方面的一种肯定。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社会责任形象，也可能为 Berjaya Food 带来更多的资金注入机会。而原因是 ESG 的议题近年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许多基金经理也开始以 ESG 的标准来筛选投资目标，而这些新的投资也有可能会成为推动 Berjaya Food 股价上涨的催化剂。鉴于这一些利好因素，相信这将对 Berjaya Food 的股价产生正面的推动。毕竟 Berjaya Food 最糟糕的业绩时期似乎已经过去了。那在讨论了 Berjaya Food 的利好因素之后，我们现在就来探讨一下 Berjaya Food 的利空消息。那根据最新的业绩报告 ，Berjaya Food 的现金储备是39个 million， 而他们的长期和短期借贷的总额是达到了241个 million， 这使得他们的净负债高达202个 million。虽然 Berjaya Food 在2023财政年度经营生意所产生的现金净额是255个 million， 但是这净负债202个 million 占了79%，所以这也意味着尽管公司经营的生意能够产生大量的现金流，但是他们的负债的压力还是非常的大，因此这也是投资者在投资 Berjaya Food 前需要顾虑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那在对 Berjaya Food 的利好因素和潜在风险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后，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他们的股票估值，看看是否存在投资的机会。首先，由于 Blackpink 效应和管理层计划在2024财政年度的门店扩张计划，预期 Starbucks 的销售量将得到提升，进而可能推高 Berjaya Food 的营业额，因此合理预计下一个季度的营业额将有280个 million。然而，随着原材料成本从高峰逐渐下降，假设盈利率能从最新季度的 6.4% 回归到10% 左右，这将使得2024年第一季度的净盈利高达28个 million 左右，而2024财政年的总盈利则是112个 million。基于112个 million 的盈利和目前65.5仙的股价，我们可以预测 Berjaya Food 的未来本益比将下降到11.3倍。根据 Morningstar 的数据，这一个本益比是自2015年以来最低水平，而这也意味着 Berjaya Food 的股票现在有可能正处于被低估的状态。然而，大家也需要注意的是，本益比只是评估股价价值的一个工具，而且这个预测也是基于一些假设，包括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够达到预期，所以依然要跟进他们每个季度的进度。那在进入总结之前，在这里也要送大家一个福利，那就是如果你是新手，想要开设投资户口，并享有0.05% 最低水钱，而且享有每年2.6% 利息回酬的投资户口和良好服务的话，可以在这一支影片留言区的 pin comment 了解更多哦。这样一来也就能节约投资成本，赢在起跑线。来到总结，今天我们探讨了经营许多个知名餐饮品牌的 Berjaya Food， 尽管他们的股价在过去的半年中经历了大幅下跌，但经过我们分析了他们的业务模式、财务状况、市场趋势以及未来的扩张计划后，发现 Berjaya Food 的业绩还是有增长的潜力，特别是 Starbucks 与 Blackpink 的合作，以及计划在未来几年开设更多的门店，都显示出公司对未来的乐观态度。然而 Berjaya Food 目前的债务压力也是投资者需要关注的风险因素，因此我们就期待接下来的业绩，看看 Berjaya
Berjaya Food 是否能够成功的提升盈利，毕竟相信最糟糕的业绩表现似乎已经过去了。那荧幕前的你们觉得 Berjaya Food 未来的业绩会有所提升吗？觉得会的，请在留言区打上1；觉得不会的，请打上2，并留下您的高见哦。影片的最后也要提醒大家，有些故事用于赞颂，有些用于警戒，自我判断能力很重要，请大家三思而后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把这一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学习。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